好，大家好，我是黄总，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在我们的频道里边，大家应该已经见过95%的吧，这个主流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型和品牌。但是今天这个绝对是一个稀客啊，第一次来自格力的大松 G7 这台手机。大家目前在网上能搜到的关于格力手机的视频，基本上都以调侃的这个娱乐的为主啊。那这一期呢，我们就正经来看一看这台官方售价应该是3000多块钱啊，我们买的时候领了一个1000块钱的券啊，2900多的这个大松 G7。做的到底怎么样？格力到底是不是想认真的做手机？因为毕竟这个起起伏伏已经说了这么多年了。不关注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本视频由小白优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生活用品5折起，能买也能卖，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大松这个品牌呢，其实是格力旗下的一个白电品牌。如果你在商城去搜它的话啊，它销量最多的，甚至第一页啊，全部都是电饭煲，30瓦的充电头，送了一张薄膜。关于格力造手机最早的一个梗，大家知道的应该就是当时董明珠董大姐和这个雷总打了一个赌啊，这个从那之后就各种场合或者说各种型号的机型都出来了，不过从来没有主流的销售过。这台大松 G7 应该是格力第一个这个发布了，然后官宣了，然后也上架了它这个商城，然后去卖的一个型号。之前呢还有一个 G5 啊，不过那个感觉量非常少，即便是这个 G7 啊，量也少得可怜，评论只有一个，然后好像月销是6啊。这个在核心配置方面，主要的我们给大家打一下，基本上可以说啊，就是一台魅族的18X啊。在魅族发布18X的时候，我们就非常不理解这个 ID 设计方面非常不魅族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公模机的那种感觉。这两台机有多一样啊？我仔细啊，这个大家来找茬的那种风格去找不同的话，只找到了2处。第一个就是它后背的这个玻璃的材质，底层的这个颜色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更加偏蓝一些，魅族的这个偏灰一些。镜头模组上的这个花纹设置的不太一样，但其实包括模组这个，包括位置，包括大小、重量，全部都一模一样。厚度同样也是8.25毫米，反正就是全部一模一样的一个机型。当时我们说这个18X的前置啊，这个面积确实不大，不过呢，它里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亮圈啊，并没有做黑化，所以就比较明显啊。这台格力的手机也是一模一样的，包括这个下巴各种位置。如果要是里边的配置也都和魅族的18X一样的话呢，那感觉还行。不过啊，零星的不过啊，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这块屏幕跟魅族这个可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甚至我觉得可以用劣质来去形容它啊。首先，它是一个 Delta 排列的屏幕啊，这个整体呢是比较发虚的啊。然后呢，我们手里买的这台量产版呢，下半部分明显有偏红的情况，我不知道视频里面能不能拍得出来啊。给大家推荐一些特写看一下，首先是顶部的这个部分啊。它的这个 R 角跟顶部这个直角边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切角的，并没有做到一个圆滑的处理。我把魅族的这个放到旁边就非常的明显。更让我觉得有些过分的地方啊，就是这块屏幕的切割都出了问题。尤其是在白色的界面，可以看这个4角啊，推进一些特写，非常明显的狗牙的这种情况。第一次在一台手机上见过这么差劲的屏幕切割，还有因为狗牙引起的这个一些泛着其他颜色的偏色问题。然后镜头方面呢，它是GW3的一个6400万的主摄啊，这还算是一个主流吧，有一个8万的广角镜头，还有1300万的前置，我们也拍了一些样张，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还是老规矩，万一你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小白测评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格力 G7这几个字，查看一些他们拍摄的这个原图，我觉得就不用做评价了，这个大家可以自行看一下啊。这个870的几款机型，这台机器还没到货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它硬件方面的情况了嘛，它的系统是我最感兴趣的。为什么？因为它在这个宣传页面标了一个叫 Halo UI。HALO 啊 UI 应该是读 Hello 吧，我不知道它官方怎么读啊。6.0啊，你不知道吧？这个格力做手机的 UI 已经做到6.0了啊！我当时就非常感兴趣，这个6.0到底做的怎么样？但实际体验下来呢，有值得夸赞的地方，也有做得非常不用心的地方。首先值得夸赞的就是它非常的简洁，什么功能都给你干掉了，然后非常的轻快，基本上就是在原生的基础之上，然后换了一套他们自己的这个皮肤和 UI。我觉得这样做啊，对于一个新手机来说，新的手机品牌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你也做不好那么多功能，你也搞不定那么漂亮的动效，或者说那么这个复杂的系统，我就不如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的，反而还很快。这个系统在我们内部的体验过程中，我让几个小伙伴都试了一下啊，甚至都感觉真的还挺轻快的。尤其是比如说我打开这个系统文件，大家注意看啊，就这个动画，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打开的这种效果。
使用起来的时候，反应速度各方面，甚至连卡顿都比较少，就是因为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全给你干掉了。打开之后，它默认只有4个第三方的应用啊。整洁的，我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当然，也有很多效仿其他家的啊，比如说这个负一屏啊，跟小米那个就非常像。比如说在相机界面啊，我们打开这个设置，跟魅族的这个不能说是相似，应该说是一模一样。然后还有一些特别基础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缩放动画，它的问题都不止一个。首先就是在浅色界面非常明显啊，我滑上去的时候，这个边角呢，它是做了一个小动画的，就是由这个直角到圆角的一个变化过程。现在目前主流的做法就是不做动画了，在这里，直接就是做成一个跟屏幕 R 角相同的这个圆角。不过这个动画的边角狗牙的部分是特别明显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它 Delta 屏幕是有原因的啊。我点击空白处缩回去的时候，它并不是像其他家那样，变回去就可以了，而是要跳一下。如果你这个动画不做的话，那就不如把前面这个动画也不做。啊，它就是做了一半啊，后边又没做。国内的整个手机产业链已经非常成熟了，硬件方面只要你花钱啊，都可以买得到啊，是吧？你实在自己不想设计，你还能套娃其他家的这个设计。当然，魅族的这个应该也是直接拿过来的啊。你看这个 logo 的位置都一模一样啊，大松，然后魅族这个位置都一模一样。硬件你花钱就可以了，但是软件方面确实是比较花时间、比较花精力的一个地方。Hello UI 6.0，那我觉得它前面那5代得什么样啊 ？OK， 还有就是性能方面，870的处理器啊，这套配置套了个娃，它卖3000块钱，那么它的性能怎么样？电池容量方面，4300中规中矩的一个水平啊，因为它是一个直角边的设计，所以这台手机呢看起来啊还是比较轻薄的啊，191克，没到200克。马达方面，它是一个 Z 轴的，然后这台机器呢是没有 NFC 的，有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查找它参数的时候，格力的官网啊是搜不到这个产品的。OK， 简单总结一下啊，这个。确实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的从内到外的好好的用了一下格力的手机，还是开头那个问题，这台手机能看出来格力做手机这个诚意吗？那我觉得这台机器肯定还不是。首先就是套娃的这个外壳，这个我觉得没所谓，是吧？这个魅族珠海小厂，你这珠海大厂套一下小厂也还算可以啊，但是内部的软硬件的这一套，我觉得问题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觉得我看待格力这个品牌的时候，跟其他的那些，比如说小众的，或者说甚至一些山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格力大家深入人心的一支广告，可能是成龙大哥的那个格力掌握核心科技，对吧？看过的请扣1，给我的这种民族品牌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就是我也自己家里也有这个格力的空调，这个格力的空调好像是普遍都比这个其他的空调卖的要贵一些当然它的效果可能要更好一些，这都是没毛病的啊。但是它在做手机这件事上，起码就是这台手机吧，我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什么核心科技啊，或者说一些自己真正有诚意想去做的东西，尤其是它的价格。目前870的成熟的主流机型呢，2000块钱左右你都可以拿下，甚至以内啊，甚至最低的有这1500的。但是这台机器我们到手将近3000块钱，我觉得我能形成这种落差，就是基于我对格力这个品牌之前非常高的、非常强的这种认同和认知。我觉得格力应该不止这样，就是它做空调的那个劲儿，核心科技那个劲儿，是吧？绝对是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在这台机器上面，我们还并没有看到。另外还有就是，可能很多小伙伴关心的，这台手机真的能卖得出去吗？真的谁会买吗？你还真别小瞧，还真可能卖得出去，而且真可能比你想象中卖的还多。因为就是强大的这个格力的这个线下门店，还有就是经销商这个体系，我觉得给它出点货，这是没啥问题的。OK， 这些我们不做任何调侃，不做任何娱乐。这台机器如果10分的话，你给几分呢？可以走波弹幕。其实我还真挺期待，就是格力如果真的下定决心去做手机的话，能做成什么样？拿出它做空调的那个劲儿，是吧？更多任何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博观点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